古代中国主持变法的大臣，为什么大都没有得到善终呢？变法实际上就是改革，而改革改的是旧制度，革的是传统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的命。所以纵观世界数千年的文明史，每到了改革的时候，无一不是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了，而改革者几乎是难有善终的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，魏国国君最早启用礼变法，礼把各项法律编定成册，向社会大众公告，以此举成功地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。而在礼变法的时候，他遭到最强烈的抵制，就是来自于孔子。孔子认为法律不能够向社会公开，这样才能保持法律的威严。因为孔子的儒家学派最典型的思想就是遵从人治社会，而不是法治社会。当然，除了孔子之外，礼在变法的时候遭到了非常大的阻力，但是所幸魏国国王是非常支持他的，并且礼变法使得魏国迅速强大，成为中原最强国家。所以这礼呢，得到了善终。可是他也只是属于少数的幸运者。历史上同样有名的改革家商鞅，其原本是魏国宰相的门客，但由于他的才能并没有受到魏国国君的赏识，就去了秦国。在秦孝公的支持之下，商鞅进行了变法。为了秦国的经济腾飞，国富民强，商鞅运用法家思想理念进行政体改革，为秦国最终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但是商鞅变法也废除了旧式卿士禄制，废除贵族的井田制，废除奴隶制，使土地国有制等，这些制度就非常直接的触碰到了王公贵族和权臣们的切身利益。秦孝公去世之后，太子嬴驷继位成为秦惠文王。公子虔就诬告商鞅谋反，秦惠文王马上下令逮捕商鞅。走投无路的商鞅前回到了丰邑，带兵起事，但是被秦军镇压了。最后商鞅兵败身死，尸体被拖回咸阳，车裂全家被诛。商鞅的变法改革虽然成功了，但是他自己的下场却是极其残忍。商鞅之死，使他的变法损害了贵族的利益。说白了，古代的变法最终还是利益的再分配，那既得利益者是会在变法当中受损的，自然他们非常反对变法。所以商鞅在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死后，并且他又与秦国继任者的关系不好，再没人为他撑腰了，自然会遭到清算。但万幸的是，秦惠文王虽杀了商鞅，并没有废除新法，秦国通过持续的改革，实力碾压了其他6国。古代变法弃旧图新，无异于一场革命。变法就是某种制度甚至政体的重大变革。变法的过程当中，是一定会涉及到部分群体的利益的，而这个群体为了挽回损失，一定会和变法者发生冲突。如果最高决策者没有坚定的信念，强烈支持变法者，那么最后便会和守旧派达成妥协，那这个时候变法者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不得善终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